今天我们要讲的是2030未来人揭露，我们正进入链上文明，资产逻辑将彻底翻转。大部分的未来人都在谈战争、谈灾难，但2030年的 Athena 雅典娜只谈一个词：协议。他说2027年后，你的财富、身份，甚至你的情绪都不再由法律保护，而是由代码决定。但却又说，那是一场人类文明的降级吗？未来人 Athena 她的出现并不是来自某个神秘网站或小众论坛，而是源于主流技术社群的日常讨论。根据可被回溯的网络记录整理，它最早被注意到是在2025年初的 Reddit 板块。一则关于人工智能能源消耗与资料中心扩张的讨论串中，一个新注册账号发表了数千字的长回复，他没有个人简介，没有生活贴文，只专注于结构分析。他在那篇回复中提出一个当时并未流行的概念——治理延迟，指出当清算速度与算力增长速度持续提升，而制度更新维持原有节奏时，市场与政策之间的回应窗口将被压缩。他甚至用过去式语气描述尚未发生的情境里，如写道：2027年不会被称为崩溃，而会被称为调整。这种语法在2025年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只被视为假设性推演。Athena 是最少情绪却最具系统完整度的一位，他不谈宿命，不谈灵性，只谈结构与风险模型，并将自己定位为一名交叉链风险观测员，同时在自述中拒绝穿越者称号，称自己是2030年前后一个跨国风险团队的系统交叉检索员，声称出生于2000年代初的欧亚交界。他在2030年代中期与中后期先后进入资料科学与密码学交叉领域，先做供应链风险，再做清算系统延迟，最后被吸纳进一个为多国央行、主权基金、科技巨头与大型云计算平台提供极端风险建模与极端事件演练的隐秘灰盒团队，专责监测全球加密资产流动、异常流动、能源基础设施负载、AI 计算需求、气候异常、社会情绪波动与地缘冲突之间的非线性关联，并处理政策反射与加密资产之间的时间差，将这条时间差称为治理延迟。他认为2026年到2034年是治理延迟急速拉大的区间，资本、信息与算力流动越来越快，但制度更新速度保持不变。于是大事件不是因为世界变坏，而是因为世界变快。他说2026年末称之为前奏，核心观测是通胀不是单一货币现象，而是能源密度下降。供应链摩擦上升与人口结构老化共同造成的广义稀缺，人类并不是走向单一崩溃，而是进入一个被称为链上文明临界区的过渡态。当价值、信任、身份与治理同时被编码为协议，世界将不再由制度与法律主导，而是由共识机制与算法动态调整。Athena 对战争与地缘冲突的判断始终保持克制，他从未预测某个国家会在某一天开战，也没有给出具体战争时间表。他说2027年热冲突的几率确实上升，但并非大规模全面战争，而是灰色冲突的升级。他提出3个关键条件：能源价格波动与出口限制同步出现， AI 芯片与算力供应链被当作政策工具使用，以及选举周期与经济压力彼此重叠。若这3种因素同时存在，冲突形势将更倾向于制裁、扩大、出口限制、加码、金融结算封锁与区域代理冲突，而非正面军事对抗。这种推论并不是对具体事件的预言，而是对冲突形态转变的方向性判断。在金融与市场层面， Athena 曾提到2027年可能出现一次共识错配压力测试。在他看来，风险未必以全球金融崩溃的形式出现，而更可能呈现为技术性与节奏性的失配，例如跨链或跨市场流动性在短时间内抽离，自动化清算机制在高波动环境下失效，或不同市场之间的价差异常扩大。这些现象或许会被称为技术事故或市场调整，但其背后的结构意义在于自动化系统与监管框架之间的时间差被放大。他认为此类事件将促使监管层讨论协议及熔断机制，而非启动全面救市。在自然灾害与气候问题上，他的意思并非否认极端气候的风险，而是指出真正的黑天鹅并不来自气候事件本身，而来自基础设施是否能承受压力。他推论2026年至2027年可能出现电网在极端高温或寒潮下失衡，港口或能源输送节点受气候冲击，以及保险市场因频繁理赔而承压等情况。然而这些推论属于条件性风险评估，而非对某场具体灾难的预告。
在时间节点上，他给出一组以编码 block 的事件序列，并强调每个 block 都不是单点爆炸，而是多条趋势线在同一季度交叉后的必然结果。Block 1 2027年第4季是多层清算标准化，多国央行数位货币与主流公链完成跨链清算标准，多国推进 CBDC 试点与实时支付互通，交易所与大型支付平台被要求接入可验证身份层，跨境结算从 T+2+ 速到分钟级，资本流动速度首次超越监管回应窗口，政策工具的作用窗被缩短，传统银行结算周期在数月内失去意义，全球资产开始出现多重实时价格，市场开始出现多重价格现象，同一资产在不同合规层、不同链、不同司法区呈现价差常态化。Block 2028年第3季是能算冲突 AI 训练，推理与链上验证，算力与节点对电力与冷却的需求同步攀升并激增，引发多地电网超载，热浪与极端天气使输电效率下降，局部城市出现长时段电价飙升与限电，迫使各国将算力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并入国家安全范畴。政府将算力中心纳入国安审查，要求关键模型与清算节点不得离岸。能源不再只是民生资源，而成为维系金融与治理系统的战略节点。能源政策首次以算力韧性为核心指标，并推动能算一体化园区，把可再生能源、储能、资料中心与清算节点绑在同一张地图上，形成新的地缘敏感点。2029年第2季是共识错配，全球多个自动化清算协议因资料延迟与反馈循环错配，产生短暂流动性真空。多个自动化做事、抵押借贷与跨链桥在高波动时发生预言机延迟与清算静态，链上出现短暂流动性真空，传统金融因与链上清算互联也被牵引，虽未导致全面崩溃，也未形成全球性崩溃，却让世界首次意识到算法共识也可能同时犯错，也足以让监管接受一个事实：市场不是被某个交易所主导，而是被协议站主导。于是 Block 2之后，各国随后建立链上熔断与共识回滚层，各国推动协议级熔断与可审计回滚层，把金融稳定工具写进代码，金融开始变成一种准公共基础设钱，经济体系因此转为可编程风险网络。Block 3 2029年第4季是身份分叉，大型平台推出便携式身份与信用凭证，与国家身份系统互认，个体在不同场景使用不同隐私层级的身份。结果是社会分层不再以收入为唯一标准，而以可接入的认层级作为标签。白名单能享受低成本融资与保险，灰名单承受更高的交易摩擦，黑名单被排除于主流服务之外。Block 4 2030年第1季是 Athena 所谓的链上文明拐点。他认为这一季起，世界各国的宏观调控不再只靠利率与财政，而是靠实时税、补贴配额的3联工具，对高碳、高能耗与高风险交易实时征收摩擦费，同时对关键民生与韧性投资实时补贴，再用配额控制算力与水资源。经济不再向市场自发演化，而像一个可编程的系统在维持稳态。Athena 指出，此后经济不再追求增长，而是追求系统韧性。货币政策转为实时再分配机制，政治主权则转为对关键协议与标准的控制。国家安全的核心不再是军事边界，而是资料完整性、能源节点与信任层防护。生态环境在此过程中被重新纳入经济模型，碳循环与生态修复成为新的价值铸造机制。AI 科学由集中式模型转向分散代理网络，使决策贴近实时数据流。医疗进步与链上身份结合，让个体健康成为可预测与可预防的动态系统。他把2030年的经济预言概括为增长虚实死亡，韧性虚实上位。具体表现是企业估值不再只看收入扩张，而看供应链可替代性。能源合约稳定度与监管兼容度，资本从追逐高增长转向追逐低波动。合规稳定币与可追溯资产成为新的避险组合，而非合规加密资产的角色变得更像高波动大宗商品。政治方面，他预言2030年前后将出现协议主权竞赛，国家不再只争地缘与军力，而是争夺跨链标准、身份协议、隐私计算框架与 AI 治理接口的话语权。因为谁掌握接口，谁就能决定哪些交易可进入主流清算，哪些模型能接入公共资料，哪些资产能被保险、能被抵押。
他特别强调国家安全的重心转移。军事冲突仍存在，但更常以灰色方式表现。对电网、海底电缆、资料中心冷却供水、卫星通讯与关键开源库的渗透与破坏会比传统战场更有效，因为它能让对手的金融与城市代谢瞬间降级。于是基础设施韧性被等同于防务能力。国安部门与能源部门、卫生部门、科技部门的边界被打穿，形成常态化联合指挥。在生态环境上 ，Athena 的推演不是末日式崩溃，而是可预测的高频灾难，极端热浪、暴雨、干旱、森林火灾的发生率上升，导致保险业无法以历史统计定价，被迫引入实施风险定价与政府再保。城市开始依照风险等级重新分区，部分沿海与河口地带逐步转为高成本缓冲带。房地产估值由景观与地段转向可保性与可维持性，而碳市场在2030年前后出现重大转向。碳不再只是道德标签，而是供应链通行证，企业必须提交可验证的碳足迹与生态影响证明，才能进入高信任清算层。这会催生一套新产业——生态证明服务。利用卫星遥感、物联网感测与零知识证明，把森林、湿地、土壤碳汇变成可核验的链上凭证，让生态修复第一次具备金融化的规模动员能力。但它也警告这会带来生态殖民风险。资本可能以修复之名控制土地与水权，因此2031年到2032年将出现多国对生态凭证的主权化立法。AI 科学方面，它把2030年描述为代理网络元年，模型不再只是聊天或生成，而是能跨平台自主谈判、调度资源、执行任务的代理。这些代理与链上合约结合后，会形成半自动的经济行为体，它能替人类进行保险比价、供应链询价、投资组合再平衡，甚至税务最优化。结果是市场波动的来源不再主要是人类情绪，而是代理之间的策略竞赛。于是监管的关键不再是监控人，而是监控代理行为模式与模型漂移。他预言2030年第4季将出现一场具有象征性的代理连锁事故，某些代理在追求局部最优，降低成本、提高收益时形成集体策略一致，导致某一类资产或某一条供应链被过度拥挤，触发挤兑式的连锁清算。虽然事件会被熔断与回滚层阻止扩散，但它会促使各国推出代理牌照与模型责任保险，要求高影响力代理必须可审计、可追责、可降级。医疗进步方面，它的核心判断是医疗金融化与预防链上化。2030年前后，慢性病与老龄化压力迫使医疗由治疗转向预防，个人健康数据在隐私计算与分级授权下成为可用资产，保险不再事后理赔，而是事前干预。系统会根据可穿戴装置、代谢指标与基因风险评分动态，调整保费并推送行为处方。药物研发在 AI 蛋白设计、临床试验模拟与真实世界数据加速下缩短周期，某些癌症与自身免疫病的治疗将呈现多方案并行、快速迭代的模式。最具争议的突破在神经界面与精神健康领域，非侵入式脑机与个性化神经调节使抑郁、焦虑、成瘾的管理更有效，但也让情绪治理变得可能。政府与企业可能以公共健康为名推动情绪监测。于是2032年的 Block 6被它标记为心理基础设施立法潮，多国制定精神健康数据的使用边界，并把反操控权写入数位人权。在国际政治与安全事件的时间节点上，它用更具体的季度描述来加密支线的世界大事件。2031年第1季出现粮食与航运双重波动，极端天气使部分主粮产区减产，加上地缘摩擦导致航运保险费上升，粮价不是崩溃式飙升，而是呈现金融化波动。各国建立战略粮库的同时，也建立粮食期权防线，政府以衍生品方式锁定民生底价。2031年第3季出现能源资料主权冲突，部分国家要求在境内运行的模型必须使用本地训练数据与本地算力，并限制敏感领域模型输出。全球化因此不是退潮，而是转为多中心集群。2032年第2季出现跨链税制革命，实时征税与交易标签普及，灰色资本流动受阻，地下市场转向更强匿名与更碎片化的资产交换。犯罪型资金不再集中于单一链，而分散于多种媒介。反洗钱技术从追踪地址转它向追踪行为图，这使普通人的隐私与自由也被卷入争论。2032年第4季出现生态凭证泡沫与清理，早期被过度金融化的碳与生物多样性凭证出现质量分化，
低质量凭证价格崩塌，高质量凭证被国家主权化，形成新的资产等级制度。2033年第一季出现公共卫生的再武器化恐慌，并非必然是大流行，而是多地对病原资料、疫苗供应与生物实验室透明度的紧张升级，促使建立跨国生物监测协议与链上溯源标准，医疗供应链正式纳入国安。2033年第三季出现城市降级演练常态化，多个超级城市把长时停电、卫星中断、供水受限、金融清算延迟列入年度演练。城市治理由效率导向转为韧性导向，微电网、社区储能、离线通信与本地实物系统得到政策支持。2034年第二季出现代理外交，即部分跨国谈判由 AI 代理辅助或主导，模型在可验证的约束条件下提出妥协方案并预测违约成本。外交不再只是政治语言的艺术，而变成风险对赌与条款工程。他把2034年目标为 Block 7信任重估，因为经过连续数年的政策与技术迭代，世界逐渐接受一个新现实，价值转移已不可逆地进入协议化与实时化。于是社会最大的分裂不在于是否使用加密，而在于使用哪一种信任框架，是选择透明可追溯换取低摩擦生活，还是选择隐私与不可审计承担更高摩擦与更高风险。在这套叙事中， Athena 对加密支线的核心结论是3句话。第一，链上化不是自由化，而是治理技术的升级，能把税、法、补贴、配额写进代码。第二，真正的战场不是币价，而是标准与接口，谁掌握接口，谁就掌握经济的出入口。第三，最大的灾难不是某次崩盘，而是当社会只剩效率指标，忘了为何要活得更好。因此他在结尾提出一个看似不属于技术报告的预言：2030之后的世界会越来越稳定，稳定到人们开始怀疑人生是否仍有重量。于是新的反叛不会以革命形式出现，而会以拒绝最佳化的生活方式出现。人们重新追求不可计算的关系，不可量化的信任，不可预测的冒险，因为只有那些偏离最优解的选择，才能证明人类不是协议的附属品。而他把真正的终局事件留白，只给出一个冷静的判准。当一个文明能同时承受高频灾难，维持基础供应，保护隐私、尊严，并允许多样价值共存，它就跨过了临界点。否则它只是把危机延后，直到下一次更大的交叉冲击把所有最佳化撕开。在 Athena 的加密命运曲线中，虚拟货币的价格不是随机波动，而是一条由能源、流动性、监管、摩擦、算力安全、叙事心理与制度吸纳共同编织的多层波。它所在的2030年 BTC 的制度化估值带被抬升至30万、50万美元区间， ETA 进入15000、3万美元的基础设施层估值。而真正的超额回报将来自隐私层、身份层与链上金融中枢型资产，它们像早期网际网络协议一样爆发。他最后留下的评语是：市场不是在找顶，而是在找新的文明地板。而 Athena 的报告揭示了一个令人站立却又无比清晰的近未来。人类正从一个由制度与法律缓慢治理的旧世界跃迁至一个由代码与能源实时驱动的协议文明。在他的视野里，加密货币从来不只是投机工具，它是未来社会的作业系统层。这场变革的核心不在于财富的重新分配，而在于权力物理化。当税收、法规与信用被写入不可回退的代码，传统国家的边界将消融在数位界面与能源节点之中。然而这份报告中最深刻的警告并非某次流动性崩溃或能源危机，而是系统最佳化对人性的侵蚀。当 AI 代理接管了所有的交易，医疗系统预测了所有的疾病，协议锁定了所有的行为路径，世界会变得无比稳定且高效，但也可能变得无比沉闷且僵化。Athena 指出，2030年后的世界会因为过度稳定而让生命失去重量感。真正的反叛将不再发生在街头，而是发生在代码的边缘。新的英雄将是那些追求不可预测性的人，他们选择不可量化的信任、不可计算的关系，以及刻意偏离最优解的冒险。这些低效的选择将成为人类不被协议完全吞噬的最后标志。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享受区块链带来的系统韧性与公正清算的同时，如何为不可计算的人性保留最后的呼吸空间。未来不只是关于我们拥有多少算力，更关于我们在算法的绝对逻辑面前还保留多少出
出错与冒险的勇气。大家觉得呢？好了，故事宇哥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账号，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